今天我们讲明朝末年一个至今未解的悬案。万历43年，一个叫张叉的河北汉子，手持枣木棍棒闯进了皇宫。在这个全国戒备最森严的地方，一个平民百姓竟然如入无人之境，悄悄地来到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，还打伤了宫门前的内侍，距离内殿不过1步之遥。正在这时，东华门的守卫指挥终于派人把犯人逮住了，总算没让他伤到太子。张叉被关押后，整天表现得疯疯癫癫。经过刑部等有关部门会同审问，认定张叉就是个疯子，并得出结论，此人是一个冀州樵夫，因为自己家柴薪让人烧了，气疯后进京申冤。走到半路，两个不愿透露姓名的热心群众告诉他，诉冤可以带上一根木棒。张叉信以为真，就手持木棒，迷迷糊糊地从宫门外一路走到了慈庆宫。杀了疯子张叉，这案子就可以结案了。张叉受审期间，刑部主事王之彩一直在冷静地旁观，他不同意上司们的判断。主事是6品官员，在4区8街权贵遍地的京城，这是一个相当不起眼的人物。但就是一个小人物，为了寻求真相，却义无反顾地跳入帝国政治风暴的中心。这起震惊天下的疑案，如果没有王之彩，或许只会作为一个疯癫樵夫袭击事件载入史册，不存在任何阴谋。张叉到底是不是疯子？王之彩自有办法查明。他有意不给张叉饭吃，在饥饿的驱使下，张叉招供了。原本快要结案的挺基案重启调查，种种线索犹如藤蔓般向帝国的中心伸展。在王之彩的笔录中，故事是这样的：张叉是听2个乡亲介绍，让他跟着一个不知姓名的太监办些事情。他被告知，只要好好听话，事成后就给他几亩田地和一些钱财。张叉家里穷，不想错过发横财的机会，就这样进了京。到北京后，有个太监把他带到慈庆宫门口，给了他一根木棍，告诉他进了门遇到人就把他打死，我们会救你。2份供状性质完全不同，前者是疯子激情犯罪，后者则可能牵扯到朝堂上的大阴谋。到底谁想杀太子？满朝文武都知道，最可疑的是一个女人，深受万历皇帝宠爱的郑贵妃。郑贵妃是万历皇帝的宠妃，太子朱常洛却是皇帝心里的一根刺。因为万历想立郑贵妃的儿子为太子，但根据立嫡立长的规矩，宫女所出的朱常洛才是第1顺位继承人。为了改立太子，万历遂与群臣开始了长达15年的国本之争，将立储之事一拖再拖，直到万历29年，皇长子都20多岁了，万历也心灰意冷，才将太子的名分定下。由于万历此前在立储上犹豫不决，郑贵妃根本没把朱常洛放在眼里，一直暗中谋划扳倒太子，还觊觎着皇后之位。尴尬的是，正宫娘娘王皇后虽然多病无子，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后，大半生超长待机，直到万历48年与丈夫同年逝世。郑贵妃想要靠子以母贵将儿子扶上皇位，基本不可能。后宫的另一个女人也对郑贵妃形成威慑，那就是万历的母亲李太后。李太后也是宫女出身，生下了长子朱翊钧，这才成为母仪天下的太后。因此，对于与她相同命运的宫女王氏和王氏所生的朱常洛，颇为怜爱同情。郑贵妃再怎么闹腾，只要有王皇后在，她就当不了皇后。有李太后当王宫妃母子的保护伞，她也不敢乱来。但这么一看，挺基案发生的时间更是耐人寻味。万历43年是李太后去世的次年。王之彩发现挺基案另有蹊跷后，刑部汇集13司重审张叉。张叉给刑部官员带来更多意外收获，供出了之前没有说出的人名。那2个为他穿针引线的乡亲，分别叫马三道与李守财。带他进京入宫的太监分别是内侍庞宝与刘成。他还直说，就是这2个太监唆使他打进慈庆宫去，跟他说，你打了小爷，从此吃穿不愁。住在宫里的小爷当然是太子朱常洛。形势对郑贵妃极为不利，庞宝、刘成都是他宫里的太监，一旦他们被抓去审讯，不知道有多少惊喜。郑贵妃慌了，满朝大臣也沉不住气了。一些大臣支持郑贵妃，仍认为张叉是个一无所知的疯子。就连当时的内阁首辅方从哲也有意巴结郑贵妃，不愿把事情闹大。还有一些大臣站在了王之彩这边，认为幕后必有主使。在真相即将浮出水面之时，
郑贵妃却突然与太子和解了。郑贵妃到底是万历的小心肝，她见朝中大臣气势汹汹，就请万历为她做主。万历叹息道：朝廷的议论难以化解，如果让太子出面，这件事可能还有解决的办法。作为受害者的太子朱常洛不敢得罪父亲，也只想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据史书记载，在父亲万历的冷落下，朱常洛自小为人怯懦。有一次朱常洛出阁读书，正值寒冬腊月，太监竟然敢欺负他，不给他生火取暖。这位太子冻得浑身发抖，也不知道跟太监说一声添柴火。郑贵妃听从万历的建议，亲自去找老实人朱常洛，一见面就下拜，吓得太子也急忙回拜，两个人一边说话一边拜。郑贵妃向太子哭诉自己受的委屈，请朱常洛救救他。朱常洛差点就被人打死了，可听郑贵妃这么说，还是心一软，让东宫太监王安拟一道令，要群臣勿再纠缠，将凶手张叉就地正法即可。然而这并没有什么用，最后还是万历亲自出马化解矛盾。代政多年的万历一反常态地把太子、3个皇孙和群臣召来，当着群臣的面演了一出父慈子孝的场面，让太子朱常洛亲口劝说大臣们不要再彻查此案。皇帝与太子亲自打配合，大臣们只好乖乖听话，尽快结案，将张叉处决。张叉的同伙太监庞宝、刘成也在刑讯过程中被杖毙于狱中，没有留下证据。张叉的同乡马三道、李守财等原本就是不明真相的小人物，因此保住一命，被判了流刑。挺机一案不了了之，没有查获幕后主使，也没有所谓的真相。这个结果当然难以服众，坚持查案的王之彩尤为不满，他认为自己是对的。一个刑部官员将真相大白于天下有何错？但他的执着得罪了郑贵妃，更得罪了皇帝。万历脸上笑嘻嘻，其实早想整王之彩。史书称他不惧罪之财也，不急着报复，不代表不会秋后算账。挺机案的利益纠纷，表面上是郑贵妃与太子之争，实际上也是群臣党争的一个战场。王之彩的立场与东林党人相近，与其对立的齐楚这党不会放过打压对手的机会。在挺机案2年后的京察中，王之彩受到齐楚这3党的清洗，被罢官且削职为民。虽是遭到政敌弹劾，其实也是万历皇帝的意思。王之彩的故事还没有结束，时间转眼到了天启帝即位时期，此时挺机案依旧未能水落石出，明宫还接连发生了红丸、一共2件大案。大明王朝危机四伏，王之彩在此时被再度启用。这个执拗的刑部官员，如今还想着调查挺机案，甚至将其与红丸一共2案联系起来，认为3个案子背后是同一线索。天启2年，王之彩上了一道复仇书，劝告天启不要忘记君父之仇，谨防燕术与后宫勾结。之后几年，王之彩仕途步步高升，当上刑部右侍郎，成了副部级干部。天启帝应该是感激他为自己老爹说话，但他还是没把王之彩这道复仇书放在心上，也没有彻查旧案。对于其中劝说皇帝亲近阁臣、远离宦官的建议，更是置若罔闻。此后，在天启一朝出任司礼秉笔太监的魏忠贤逐渐权倾朝野，甚至到了天下只知有忠贤，而不知有皇上的显赫地位。齐楚这3党中有不少趋炎附势之人，便投靠魏忠贤，成了所谓的阉党。阉党得势时，东林党就被当作3大案的罪魁祸首。史书称，魏忠贤杀人则戒3案，群小求富贵则戒3案。根据3朝要典的记载，挺机案的罪魁祸首竟然成了兢兢业业的审案官员王之审。阉党认为，王之彩私审张叉是用威逼利诱的手段，张叉所招供的话都是王之彩教唆他说的，不足为信。现实有时就是如此荒诞，王之彩最终等来的不是真相，而是下狱而死的命运。阉党以捏造案情，用以敲诈的罪名将王之彩逮捕入狱，还说他当年从郑贵妃家人敲诈了2万银两，要他交出赃银。阉党对付东林党人的手段极为恶劣，常诬陷他们得了赃银，还要追缴赃款，否则就严刑逼供，甚至将他们迫害致死。王之彩当初只是为了寻求挺机案的真相，根本不曾敲诈勒索。天启7年，在镇抚司的严刑逼供下，王之彩不得不让家人筹集所谓的赃银。在七拼八凑了8000两后，
仅仅过了半个月，当初率先揭发挺击案的王之才冤死于镇抚司大狱之中。阉党并没有得意太久，崇祯即位后，3案又翻了回去。崇祯粉碎了阉党，为3案被冤之人平反，恢复他们的名誉，其中就包括王之审、王之才沉冤昭雪。然而此后3大案的草蛇灰线却愈发模糊，到后世史书中成了扑朔迷离的疑案、奇案。在当时，也没有多少人还在意这些皇家丑事的真相，只有人将其当作党争的工具。正如明史所说，自挺击、洪完、移宫3案后，两党是非争胜，祸患相寻，弃明亡而后已。南明弘光朝时，还有反东林党的大臣罔顾事实，以3朝要点为依据，认为王之才有罪，请求弘光帝重印阉党所编的3朝要点，用来保存前朝的真实历史。还说挺击案中的张叉就是个疯子，不过是贪污酷吏王之才强行将他当作刺客。晚明3大案依旧没有真相，也许政治不需要真相，只有王之才这样的人在乎真相。王之才，陕西潮邑人，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刑部官员。有人在研究挺击案时发现，这位万历辛丑科进士当年参加考试时的试题中有这么一句：时止则止，时行则行，动静不失其时，其道光明。可在明知道彻查3案将会得罪权贵，甚至得罪皇帝的情况下，王之才并没有做到时止则止，时行则行，而是一心查案，想要揪出幕后真凶。面对案件，公正司法，揭露真相，就是他心中的光明。但那时的大明王朝只剩下沉沉的黑夜，不见一丝光亮。